大家好，这里是宋说英语。今天是2023年的10月5号。那今天诺贝尔委员会宣布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大家对文学奖一般都是比较关注的，因为物理化学生物、医学那些很高深的技术离我们好像很远。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呢，很多人可能都读过，但是今天这个位获奖得主你倒不一定读过。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呢是挪威作家约恩·福奥索。约恩·福奥索就是我前面说的，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因为他用的写作的语种也是本国的挪威的一种新的书面语来写的。那在诺贝尔文学网站上已经更新了信息这位约恩福奥索的肖像画已经挂上去了，表彰他呢，他的这种创新性的剧作他给一些不能言的人的这个发声等等这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的情况。我真没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我相信很多我的观众呢可能也没有读过，因为我的观众可能科普类的喜欢科学的朋友多一些，而这个就是说广泛涉猎各国文学作品的恐怕要少。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位约恩·福奥索他的生平那这是挪威他的在卫星地图上的位置。那约恩·福奥索呢，他就出生于挪威的豪格松德他7岁的时候呢，发生过一次严重的事故，差点丧命。那这个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成年后的写作。他这个曾经就读于贝尔根大学，主修比较文学。那他的处女小说呢叫《红黑》，在1983年出版。他们采用了挪威语的一种书面标准，就是所谓新挪威语进行创作。那他首部戏剧作品叫《永不分离》，在1994年上演并出版。那福奥索的创作包括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儿童图书、散文和戏剧多种形式。他的作品也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此外呢，他还擅长演奏小提琴，并且在青少年时期经常创作自己的音乐歌词是一个词曲作者那2003年福奥索被授予法国国家功绩勋章骑士勋位。他还被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评选为现存100位最杰出的天才中的第83位。一位文学家那自2011年以来福奥索获得了挪威国家拥有的荣誉住所 Groten 的使用权。那这个住所呢，在奥斯陆中心皇室宫殿内，而这个住所的永久居住资格呢，是挪威国王特别授予那些对挪威艺术和文化做出贡献人士的荣誉。福奥索是2011年挪威圣经译本 Bible 2011的文学顾问之一。那么他后来呢，因为醒来、奥拉夫的梦想和疲倦3部曲呢，获得过2015年的北欧理事会文学奖并且呢，并翻译成英语，入选了国际布克奖这个书呢还入围了2023年，就今年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小说类的决赛名单。那除了创作之外像很多作家一样，福奥索呢还担任其他作品的翻译工作这就是福奥索的一个基本的介绍。我们再回到他为什么能获奖这个话题上刚才呢是我根据维基百科总结的他的一个个人简历。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我们科普类的频道，讲这个是很吃力的。关键是我们没看过他的小说，如果让咱们讲金庸或者讲别的是吧，那是另一回事。不过没关系，我们有3位特别知识渊博的学生如果讲得好那就是老师就是3个 AI。 今天我们请 Cloud、ChatGPT 和谷歌巴德给我们讲讲福恩索呢何德何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先有请 Cloud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问的 Cloud 是如何看待诺贝尔作家这个福恩索的作品。那当然了，是默认这个
AI 啊，它是没有联网，不知道刚刚发挥的消息的，它当然也应该是不知道的。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说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看一下 Cloud 的回答。还是很快的。他说呀，对约瑟夫恩索的看法呢各有不同，但他无疑是当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下面几点可以概括他的创作风格和地位。第一，语言简约，注重节奏感。弗恩索的对话往往简短而重复同时大量运用暂停和间隔，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节奏感。这种语言风格呀，已经成为弗恩索风格的标志，形成自己的一种语言风格的标志了。第二呢，是主题深沉内向，他的作品呢探讨命运、孤独、失语等主题，就是诺贝尔那个颁奖词里边叫 unsignable 是吧？另外呢，就是透露出北欧式的忧郁和哀愁。那他擅长刻画人物内心的冲突和痛苦。荣誉肯定呢，他获得过易比森奖以及这个北欧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奖，被誉为北欧的贝克特。那他的剧本呢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上演。那他风格独特，他打破传统剧作的结构和语言，创造出自己的弗恩索风格，在当代剧场中占有独特地位。那作品分类呢，他的作品呢有人称之为恶心、夏天、冬天组成的4季3部曲，还有其他我叫约纳斯。总体来说呢，弗恩索是当代重要剧作家之一。他开创的简约风格和内省系主题为现代西方剧场做出了独特贡献，但他作品也因为节奏缓慢而受到批评。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我紧接着呢就问了他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是什么呢？是如果弗恩索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并最终获奖，那获奖的理由可能有哪些？这个 Cloud 说呢，如果弗恩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的获奖理由包括：第一是语言创新与独特风格。那弗恩索开创了所谓的弗恩索风格，其简约、重复、含蓄的语言被认为剧作史上最重大的创新，堪比北欧的贝克特。他为戏剧对白开拓了新的可能性。那第二呢，是主题的普世价值。他的作品呢，集中在这个广阔的这个类似于孤独交流的失败以及生活的一些随机性上，通过探讨对孤独、交流失败等主题具有超越文化的普世价值。第三个呢，是他对现代剧场的巨大贡献。弗恩索对西方剧场有深远影响，他的作品呢被广泛翻译或者扮演，已成为现代的戏剧经典。他开创的独特风格推动了戏剧的发展。在国际声誉和影响力方面呢，他是当今国际公认的剧作大师，作品呢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他作品呢体现了这个跨文化意义。第五呢，就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那弗恩索的作品呢，洞悉人心内心世界人类的内心世界，展示人性的脆弱和痛苦，具有极强的洞察力和同情心，这也是他作品感染力的关键所在。这是 Cloud 说的如果弗恩索获奖，这些将成为诺奖委员会充分肯定他杰出成就的理由。他开拓语言、推动剧场发展，揭示人性方面的卓越贡献，均使他备受尊重。我们接着再问他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问的就比较有意思了大家看一下，因为这是我打的字的，所以就是我尽量跳过去我说我明白了，和知名的日本作家多年来一直陪跑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相比，他们两个有什么异同？大家都知道村上春树和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梗AI 说呢，他说这个 John Foster 和村上春树作为当代知名作家，有以下几点的主要异同。相同点呢，都是本国和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作品被广泛翻译。
第二个呢是风格独特，开创了新的形式，对国家和时代文学有重要影响。那作品呢具有普遍意义，讨论人生与存在的主题。第四呢，多次入围或称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它不同点呢，他说呢，传统与风格不同。村上的作品呢为大众化接受，融合推理幻想元素，而福恩硕偏文学化，语言更为简约。内容啊关注也不同。那村上的作品的关注都市生活，更侧重人的内心世界，影响范围不同。那村上在亚洲的影响更大，而福恩硕呢在欧美的剧场影响重大。第四个呢是作品的类型不同，村上呢小说居多，而福恩硕呢以戏剧创作为主。第五呢是情感基调不同，村上的作品的基调比较乐观，而福恩硕作品呢则更忧郁。总体来说呀，他们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文化背景和创作风格的不同，两人各有千秋，在文学史上呢各有各的位置。下面我又问了一个问题啊，看我下一个问题啊。下个问题呢是略微尖锐一点的，我说在过去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啊，市场价值或者著作销量、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文学创新、个人人格魅力等因素，包括没有列出的因素，哪些是评委会看重的？这个呢其实是比较考教 AI 的，看看我们的这位 Cloud 的学生答的怎么样。他说在过去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啊，评委会主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成就，那这是最关键的因素。评委会呢注重作品的文学品质、创新性、想象力、文学技巧等，是否对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个呢是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主题的普世价值，这再次提到了普世价值啊。那作品是否探讨人生和人性的重大主题，文本是否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这种思想性和价值观也很重要。第三个呢是对语言和形式的创新运用，是否在语言风格和叙事形式上有创新，对文学类型的发展有推动作用。第四个呢是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评选对象呢必须是国际公认的杰出作家，他的作品打动不同文化群体，被广泛的翻译和关注。福恩硕的作品起码我觉得在东方啊，可能影响力不是那么大吧，我觉得这可能我呢读的小说少啊，读的作品少。第五呢是个人的人格力量，作家呢是否在文学之外发挥个人魅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这个他在中国肯定是不行，这个公知在中国已经烂到家了啊。相比而言啊，销量和价值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啊。总体来说，文学成就和品质才是首要的，其次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推动作用。这是我问 Cloud 的回答。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 ChatGPT 怎么样？ ChatGPT 呢同样也是问了几个问题，我已经拷贝粘贴好了。我先粘贴了第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福恩硕啊？看一下 ChatGPT。可能是我网速稍微慢点啊。出来了。他说呢，挪威作家福恩硕是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呢，在文学界和读者中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对于如何看待他的作品，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取决于个人的文学口味和兴趣。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观点和评论。第一是文学风格独特，这也是讲福恩硕的文学风格被描述为简洁、抽象和充满内省。他的作品呢，往往涉及到人类存在、孤独、时间和死亡等深刻主题，以一种深沉而充满哲学界的方法呢进行表达。他的语言呢，也经常富有诗意，具有强烈的文学感。第二个呢，深刻的文物刻画。福恩硕的小说和戏剧以其深刻的人物刻画而闻名，他的角色呢，往往复杂而充满内在冲突，这使得读者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人类的性格和行为。第五是对话和沉默。福恩硕的作品呢，经常有长时间的对话和沉默，这种文学手法可以让读者更深入的了解角色之间的互动和情感，同时也让读者呢有机会反思作品中的主题。再一个，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尽管他的作品最初是用挪威语写的，但是福恩硕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国际文学舞台上取得了成功。他的作品被广泛的研究和欣赏对于希望了解全球文学的人来说，福恩硕的作品可能具有吸引力。
再一个就是挑战性和阅读体验啊，对于他的文学风格和主题的深度啊，一些读者可能会觉得福恩索的作品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深思熟虑啊。对于那些喜欢探索文学中深层思考和抽象概念的人来说，这些作品啊可能会提供丰富而有价值的阅读体验。总的来说，福恩索的作品呢是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他的文学风格和主题使他在国际文学界广受尊敬，不同作者可能对他的作品产生不同的反应。但这 ChatGPT 啊，就是我们用的普通版的，它是截止到2021年的数据库，所以他一定不知道刚刚颁布的诺贝尔文学奖呢，就是福恩索获得的，是吧？那我们接着再问他新的问题啊。下一个问题，同样是，如果福恩索入围了诺贝尔奖，并最终获奖，那获奖理由可能有哪些？我看看 ChatGPT 它怎么编。他说呀，最终的理由可能有几个方面。第一是突出的文学贡献啊，福恩索的作品呢，被认为是现代文学中的杰出贡献之一。他的文学风格和独特的写作方式吸引了广泛的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展示了文学的创新和探索。那第二啊，是深刻的主题，他的作品深入探讨了人类存在、孤独、时间和死亡等深刻主题。他通过文学作品引导读者反思人类在内在世界和生命的意义，从而提供有价值的哲学启发。那在突出的人物刻画上呢，福恩索以其出色的人物刻画而闻名。他的角色常常是复杂而引人入胜的，反映了人类性格和情感的复杂性。这些深刻的角色使他的作品在文学叙事方面独具特色。在国际影响力上呢，尽管他的作品最初是用挪威学的，但福恩索的作品呢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国际文学上获得广泛认可。等等，在文学创新上，这其实呢和他第一个说的突出的文学贡献是相同的。福恩索的文学实验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对文学的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作品呢，常常挑战传统文学形式。挑战传统文学形式，大家记住这句话。探索了新的叙事方法和文学语言，这对文学产生了启发和影响。这些因素啊，可能成为约恩·福恩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然而啊，最终的评审决定呢，是由瑞典文学院做出的，他们会综合各种因素等等做出一个重要响应。这是刚才说的 ChatGPT 认为如果福恩索获奖的可能理由，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接着再看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有意思的和村上春树相比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啊，他是这么回答的：ChatGPT，他说和村上相比啊，两位都是非常杰出的作家，虽然他们的文学风格和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国际文学界都享有盛誉。比较异同点，相似之处呢是国际知名度啊，都是国际知名作家，他们的作品翻译成多种语言，被广泛的研究和阅读。在文学贡献上面，都对现代文学做出杰出贡献啊，不仅在文学界受到这个赞誉，还引发了深刻的文学和哲学讨论。在作品多样性方面，福恩索和村上春树都创作了多种类型的作品，包括小说、戏剧和散文，他们在不同的文学领域都有广泛的影响。我们看一下他说的不同之处啊。在文学风格上啊，福恩索的文学风格被认为是深沉、内省和哲学性的，常常涉及到人类存在的深刻问题。而村上的作品呢，常常以幻想、魔幻现实主义和语言的元素为特点，更注重情节和故事的叙述。在作品主题上呢，福恩索的作品常常涉及到人类的内在思考、孤独和死亡这些哲学主题，而村上的作品呢，更侧重于探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和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在奖项和荣誉方面呢，村上呢曾多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但尚未获奖，而约恩·福恩索呢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作品在一些其他文学奖项上获得肯定，比如像国际戏剧奖。那么综上所述啊，约恩·福恩索和村上啊，都是文学界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尽管他们的作品风格和主题有所不同，但都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贡献而备受赞誉。无论如何呀，他们的作品对全球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还是比较均衡的回答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比较稍微尖锐的问题，到底因为哪点评选了这个福恩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啊？看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那他是这么回答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过程呢非常神秘，由瑞典文学院负责。虽然评审委员会的具体角色标准是保密的，但一般来说，评审委员会通常会考虑以下因素来评估文学奖的候选人。第一是文学质量和深度，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被提名作家的文学贡献。评审委员会会评估候选人的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包括其深度、复杂性和文学表现力。第二个呢是文学创新。评审委员会通常会看重那些在文学领域进行创新的作家，尤其是那些推动文学形式、风格或主题方面的变革者。所以啊，刚才上面那个话就是村上和福恩索相比，虽然这个村上在一些现代的这个生活里边，包括通过一些魔幻的这个所谓现实主义来写作品，但是他在创新上是不是和这个福恩索相比就要弱了一些，是吧？那么在过去可以说现代不说古代文学啊，都最近400-500年来的这个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那你再深刻，你能深过巴尔扎克吗？是吧？再深刻，你能深刻过雨果吗？所以在传统的这种写作方式，你和过去的那些大家来比，总显得可能会漏缺。那不排除以后确实会有冒出更顶尖的天才的，但是在形式上，在文学作品上，在形式上的这种创新，可能能出新的这个结果，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再一个就是作品的广度。那评审委员会可能会考虑候选人的作品广度，包括他们在不同文学领域，像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表现。恰恰这个福恩索在剧作方面是国际的有非常深的影响力。他这次获奖刚才 Cloud 也说过，他的剧作可能是帮了忙了啊。那么再一个就是个人的人格魅力，虽然这不是影响的评选的因素，但是评选委员会呢会考虑个人品质和声誉，就是你名声不好，可能也不一定能入围。再一个就是语言和文化背景，那评审委员会会考虑来自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作家，以反映文学的多样性和全球性。再一个就是创作生涯。评审委员会会考虑一个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而不仅仅是单一作品或者某一段时间的成就。市场价值和著作销量、商业成功通常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畅销书作家获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有相当大概率的。所以评审委员会的决策呢，更侧重于文学价值和对文学界的贡献。此外呢，评审委员会的决策是高度主观的，因此难以预测。每年都会有不同的文学界人士成为奖项的潜在候选人。那这一次，挪威作家伊恩·福恩索其实就是非常难以预测的。我相信我今天就没有搜在 YouTube 上哪些人会预测谁会获奖，我估计能预测出这位作家的人估计也比较少。这就是 ChatGPT 对约翰·福恩索的评价以及他获奖的可能性，以及获奖的原因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谷歌巴德我们看一下巴德老师的这个讲话我看一下巴德的，同样还是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巴德还挺快我们看一下。挪威作家福恩索的作品是当代世界文学的重要贡献。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戏剧性语言和对存在主义主题的探讨而著称。福恩索的作品呢，往往以简洁的语言和重复的句式来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语言充满了空白和停顿，这使得读者呢可以自由地填补其中的含义。这种语言风格呢，既有一种诗样的美感，也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性的张力。福恩索的作品经常探讨存在主义的主题，例如死亡、孤独和意义。他的人物呢，往往处于一种困境之中，他们试图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中找到意义和目的。这种主题在福恩索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刻的探讨，并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共鸣。福
福恩瑟的作品呢，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啊，获得了多种奖项，等等等等啊。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再看到下一个问题啊。那下一个问题，如果获得诺贝尔奖，它理由是什么呢？古克巴德认为呢，第一是对存在主义主题的深刻探讨。福恩瑟的作品呢，经常探讨存在主义的主题，前面说的死亡、孤独和意义这个怎么样的，就是存在主义是他获奖的一个主要理由。第二个呢，就是独特的戏剧性语言，这就是所谓的创新啊。第三个呢，是对挪威文学的贡献。你想想，挪威皇宫里边都给他留了一间房子，是吧？那对挪威文学肯定是有相当的贡献。这是古格巴德的他回答的这个小八股文啊。这是一些对于福恩瑟作品一些著名人物的评价，我们给大家念一下。凭借对存在主义主题的深刻探讨和独特的戏剧性语言，福恩瑟为当代世界文学做出了杰出贡献。福恩瑟的作品呢，以其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对于语言的独特运用，为挪威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福恩瑟是一位当代文学大师，他的作品以及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性，对世界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关于评奖的这个古格巴德的说法我们再看一下那个问题，和村上春树相比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古格巴德是这么回答的，相似点呢，他们都是在20世纪下半叶出生的，他们的作品呢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他们都以独特的风格而著称，这种风格往往是简洁的、诗意的，而且充满了象征主义。他们都对人类存在进行了探讨，比如孤独、意义和死亡。那不同点在语言风格上，福恩瑟的作品呢，往往是简洁的语言和重复的句式来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语言充满了空白和停顿，这使得读者呢可以自由地填补其中的含义。而村上呢，则以其丰富的语言和流畅性的叙事而著称。那在主题方面呢，还是福恩瑟呢是存在主义主题，而村上呢涵盖了更广泛的主题，比如爱情、失落和自我发现。那受欢迎的程度呢，福恩瑟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他的知名度可能不如村上。村上呢是一位全球性的畅销书作家，他的作品呢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全球各地出版。这是古格巴德的问题。那我们看下一个，就是那个所谓到底获奖的理由是哪些比如说市场价值作品的深度广度文学创新等等。看看古格巴德是怎么分析评委会这个重点的。那他说呢，古格巴德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标准是在文学作品中领域取得卓越成就。根据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的说明，评委会在评选时会考虑以下的积极因素。第一个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成就。评委会会根据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创新性进行评估。第二个呢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第三个呢是代表性和影响力。那在过去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市场价值或者著作销量并不是评委会的主要考虑因素。评委会通常会选择那些在文学界享有盛誉并且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作家。并且他举了一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这个作家的例子。这就是今天关于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获得者的这个一个介绍当然了，我小说读的确实少这个大部头的文学作品读的也有限，我们只好请3位这个 AI 学生，不是AI 老师现在是 AI 老师了，我觉得他们回答的还是总不错的，里边有不少错误肯定是有的，但是呢，你看这3位老师回答的里边呢，集中起来就是一个简洁的语言，甚至是重复性的语言。第二个呢，就是福恩瑟的作品呢，往往留有天地，天地之中呢还留有空白他的对话里面呢，总有给你停顿，让你自己带入以后自己思考的空间。再一个呢，他在剧作方面对文学创新的贡献，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后世的这些大家们，这些文学作家们，再通过这种常规的小说，特别深刻知名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越来越难了，必须在形式上创新。你看这一次就是说他的形式上有创新，3个 AI 也都这么说了，那诺贝尔评选委员会也说了。所以呢，这就是这位挪威的这个作家
允冯索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嘚不嘚半天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基本情况。说实话，一个科普频道讲这个也已经很为难了，错误的地方肯定不少，欢迎大家拍砖，咱们下次再见，拜拜。